今天介绍这部2024美国恐怖片《地狱洞》完整版，难道真是活死人在作恶吗？话说1814年，在塞尔维亚的领土上，拿破仑的士兵被赶出伊利亚省，处于饥饿的边缘。突然，一个女人牵着一匹马走来，士兵开心的把马领回了营地。女人冷眼看着他们远去，营地里的军官递了一把匕首给士兵，意思是马上就把马宰了充饥。大家都静静的看着他出手。突然，整个马匹爆裂成渣渣，从里面钻出一个寄生怪，长相类似乌贼之类，追着士兵到处乱跑。看样子他对人类也非常感兴趣。看完这一幕，我觉得这部片子开头的故事设定充满了诡异，又是士兵，又是马匹，还有寄生兽，看着好像有那么一点意思啊。那么接下来故事将如何演绎？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。时间来到了现在，一群石油勘探队正在塞尔维亚的一座废弃的矿山打洞寻找石油。他们的老板是梅姨，生怕他们偷懒，时刻盯着他们做事。不久，约翰来找梅姨汇报，表示目前地下的情况比较复杂，不适宜打洞勘探。梅姨根本没有当一回事，笑着让约翰继续钻进。眼镜女是一名地质学家，对这里的地下土质情况非常了解，对地下的任何生物她也能做到了如指掌，而且还带了最新的动物 DNA 测序纸。阿杰是他们的副领队，现在就带着眼镜女去开工了。这时走进来的泰德向梅姨叫妈咪，他是梅姨的儿子，但是遭到梅姨的批评，在这里只能叫植物。他负责整个队伍的后勤饮食。很快，第一个洞眼开始挖掘，这台机器很是牛叉。很快，他们闻到了甲烷的气味，梅姨赶紧叫停，生怕下面有什么不可测的有机生物。过了几分钟，梅姨下令钻机再来一下，机器启动没多久就被他叫停了，因为他听见不一样的钻机声音。他可是个老手，什么样的地质条件他都钻探过，所以非常的了解这些声音。但是这次钻探的声音是他头一次听见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吩咐泰德去找人用挖掘机挖一个大坑，去掩埋他们的生活垃圾。既然不知道是否继续往下勘探，那就先把钻头提起来。哇塞，钻头上带出来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，阿杰就拿着镊子去搞点样本下来研究一下。另一边，大坑挖好，但是让人惊掉下巴的事情出现了，大家集体围观过来，因为他们挖出了一个长长套着一层膜的东西，也不知道里面是啥。看着看着，突然从里面伸出一双手，哎呀，这可把众人吓得倒退几步。谁也没有看过这样的怪事啊！这没想到里面竟然是个中年男人，嘴里还说着法语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活死人？梅就问泰迪那个人在说什么，泰德就开始乱说一气。可是实际上那个男人的意思不是这个，大家也不能见死不救吧，于是就把怪人拖回了营地。约翰就提醒梅姨，毕竟那个男人独自在地下生活了那么久，要对他小心才对。梅姨表示认同，就让约翰尽快通知塞尔维亚当局。可是营地目前的通讯处于失联状态，他们也很无奈，现在勘探队也不敢施工了，等于是在集体放假。而泰德和阿杰他们就送点水给怪人喝，并且在一旁招呼着。怪人有时会激动地站起来，身体里面还发出响声，整个人散发着一种特殊臭味。他身穿拿破仑时代的军装，没错，他跟片头那些士兵是同一批的战友。然而阿杰很惊慌，他似乎看见有什么东西在怪人的鼻孔里动了几下。与此同时，怪人不停地讲着法语，但是没有人听得懂。这时梅姨来了，就问泰德那些话语的意思。这次泰迪就无法糊弄过去了，这下把梅姨气坏了。他花大量的金钱让泰德去学法语，可是没想到会是这样。阿杰就让泰迪一人留下来照看，他跟眼镜女和梅姨去别处谈点事。阿杰表示自己肯定没有看花眼，他确实看见了有东西在怪人的鼻腔里乱动。阿杰觉得这个怪人应该只是个肉身，负责提供养分的。眼镜女表示赞同，她想起了有份资料，就回去拿来给二人看。与此同时，前来围观怪人的队员越来越多，阿杰就在怪人的身上提取了一些样本，打算先做一下研究，当然血是少不了的。阿杰就在怪物的手上扎了一个针眼，开始提取血液样本，可是没成想竟然有触须从耳朵里钻出来，又缩了回去。这下是好几个人都看见了，约翰和泰德没看见。泰德就想着给这位仁兄做一份吃的，还用蹩脚的法语问怪人。怪人实际没听懂，但是泰德当他听懂了，就回去做吃的。泰德很快做好了奶酪烤面包，于是就让约翰送给怪人吃。怪人一边吃着，一边看见约翰拿出一把刀修指甲，他就想约翰要那把刀，意思他要割喉自杀。约翰当然不可能给他，怪人就不停地重复那个手势，约翰就不停地用英语拒绝了他。There's no we about it. If you're going to kill yourself, you're going to have to do it all on your own.
这下约翰大意了，那把刀竟然被怪人拿走了。接着他就开始割喉自杀。哇塞，身体里的那些触手不干了，就从怪人的眼睛和鼻子以及嘴巴伸出了触手，把怪人拿刀的手弹开，瞬间触手又缩了回去。约翰看不下去了，就用双手掐住怪人的脖子，而怪人也用手掐住约翰的脖子，渐渐把约翰弄倒在地上。接着从怪物的身体里伸出了很多触手，其中最大的一根竟然钻进了约翰的嘴巴里。很明显他被某种生物寄生了。然而约翰不停摸着嘴巴，想把那个东西拽出来，可是一点用也没有。接着他看见怪人瞬间变成了干尸，毕竟怪人可是200年前的人。然后约翰就像没事人一样来到餐厅吃饭。梅姨觉得约翰有点跟往常不一样，随后约翰就把阿杰和梅姨带到怪人的尸体旁边，对此两人也很是震惊。泰德对于旁边丢弃的一把刀感到很好奇，而且他认出来那是约翰的刀。约翰装傻表示自己啥也不知道。No. I gave him the sandwich. I stepped out to take a piss, and when I came back, this is what he looked like. 不过梅姨闻出约翰身上的气味跟怪人的气味是一模一样。约翰继续表示不知道，总之问啥都说是不知道。最后泰德建议他赶紧去洗澡，气味实在是太大，约翰只好离开。到了晚上，同宿舍的大壮觉得约翰异常的怪异，两人说着说着就扳手腕玩。约翰那里会是对手，几秒之间就输了。大壮就在一旁嘲笑他没有力气，这可把约翰惹恼，他立即挥拳把大壮打倒在地。但是大壮很快爬起来进行反击，本来约翰就没有大壮的力气大，怎么可能打得赢？几个回合之下，约翰就被打倒在地上，大壮不停地拿脚踢他。然而令两人没有想到的是，从约翰的裤管里钻出一个长触手，缠住大壮的脚踝，使劲把他绊倒，结果大壮竟然被摔死了。约翰此时还具有人的理智，也是被吓得不轻。到了第二天，既然无法开工，勘探队员大傻和二傻就搞到一辆车，由大傻开车，而二傻则带了一把枪。他们两人打算出去打猎玩。与此同时，约翰就在附近找了一块荒地，打算把大壮掩埋起来。恰巧大傻开车路过，发现约翰身上有血迹，接着又看见大壮的尸体，二傻立即把枪掏了出来。大傻一看，觉得二傻是不是太激动了，于是就去抢夺二傻的手枪。大傻随即拿过枪瞄准他，下一秒，那个寄生物从约翰的身体里立即钻了出来，顿时他的身体产生爆裂的效果。其实这不是大傻开枪产生的，此时的大傻已经被吓得不知所措。十几秒后，大傻知道必须要下车，然而他却看见车底有个肉球滚来滚去的，最后散开，像是一个大的章鱼，冲着大傻扑过来。不久，大傻神情呆滞的走着，他想自杀。看样子那个体内的寄生物暂时不想他死。接着大傻又连续对脑袋打了4枪，都被寄生物弹开。这时子弹已经打完了，那些赶来的同事都看傻了。第一枪他们没有看见，但是从第二枪他们都看见了。在梅姨的率领下，大家慢慢靠近了大傻。梅姨把枪拿了过来，随后大家赶到现场，看到那些场景，自然是无比的震惊。梅姨赶紧吩咐2名队员回营地去拿大箱子，把这些遗体组织存放起来。大傻此时还算清醒，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如实的讲了出来。另外还有一个肉球跳到他的身体上也说了，而且已经钻到他的体内。Can you smell me? Can you smell me? It's now in me. Smell me. Smell me. 果真有个小触角从他眼睛里伸出来又缩回去，这一幕大家都看到了。这下可以确定大傻的体内有寄生物。大傻让大家把他杀了，其实他认为自己已经死了，现在就像是一个活死人，但是大家并不想这样做。随后他们把大傻单独看管起来，大傻也很识趣，乖乖的坐在那里。梅就很好奇那个肉球有多大，没想到大傻竟然还能把它描述得很清楚。 Like an apple in my stomach, but when I'm stressed, it kind of gets bigger. It's like it's trying to fill out all the spaces it can find. 看到这里，咱们可以发现这种寄生物不止一种，至少是有2种，一种是长条像是一只大的蚯蚓，另外一种就是章鱼之类的，有很多的触角。现在大傻描述的是第2种，但是给梅造成误解，以为寄生物只有一种。梅就想知道寄生物能否听见他们在讲话。大傻表示应该寄生物能感觉到，否则不会阻止自己自杀的。这下梅意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
那个寄生物随时会跑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寄生。他考虑好如何处理这件事情，于是他把所有的队员叫来，拿上枪支围着大傻。他们准备把大傻押送到当地的警局。当他们走到林子的中央，这些人要对大傻痛下杀手，这才是梅真正的命令。大傻无所谓，反正他早就死了。大傻走到一棵大树下，立即就有人开了第一枪，但是大傻却完好无损了。接着大傻身体自爆了，寄生物从里面跑出来，5个人不停地开枪，似乎也找不到目标，因为那个寄生物的速度太快了。随后5人就分散开来去寻找寄生物，这是他们犯下最大的错误。接着这些队员一个接一个的被寄生了，5个人死法有自杀的，有互相射杀的，但是有个队员被寄生后回到营地汇报情况，梅他们就决定集体离开营地。这时他们也没剩下几个人，当他们走到小路上时，那个队员突然脑子非常的清晰，先是做了告别，然后走进了湖水中自杀了。大家以为这一切都结束了，那只寄生物竟然瞬间到了阿姐的身上，看这个样子剩下的人也是在劫难逃。影片到此基本结束，我认为本片拍的还行，满分5星，我给打分3星。本片的故事设定不复杂，就是一群美国人到塞尔维亚做石油勘探，挖出了200年前的活死人，结果那是一具被寄生的活死人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寄生物开始横行世界。在片荒的时候看看是没有问题的。这部片子的导演很有意思了，老是把镜头给到一切的矿山建筑物上，那个原南斯拉夫的标志不知道是何意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